消防栓出现在马路上，大家会不会觉得很疑惑？有吗？我怎么从来没看过消防栓长在马路上？我们的消防栓分成地上式以及Hello， 大家好，我是93先生，很高兴你继续收听这个频道，让你朝安全又迈向一步。嗨，我是晶晶，大家晚安。晚安。我们今天想要谈的一个主题是跟消防队的救灾水源有关。我们消防车上面其实会有一个平板电脑，勤务中心的一些派遣资讯同步丢到这个平板电脑上面，我们就可以在上面做查询。它也会丢出一张地图，就是告诉我们这个起火点附近周围哪里有消防栓，它可以大幅度的减少我们找寻的时间。只是有时候这个消防栓它会长在马路上呢，还是在人行道上呢？是在对向车道，还是在我这一边？所以在 App 上没有那么清楚，没办法那么精准。早期还没有这个水源地图，每年呢，我们都要到大队部去背水源地图。真的哦。对，就是他会发一张你的辖区的地图给你，然后你要把这个辖区里面所有的消防栓的位置统统画出来，而且还要写上它的地址。因为已经开始出了我们刚刚讲的水源地图，后面我当消防队的后面时间是没有再做过这件事情。我们刚刚讲到说，其实你那个消防栓有时候会出现在人行道，有时候会出现在马路上。消防栓出现在马路上，大家会不会觉得很疑惑？有吗？我怎么从来没看过消防栓长在马路上？而且消防栓如果真的出现在马路上，不是很危险吗？我开车过去不是会撞到它吗？我们的消防栓分成地上式以及地下式。地上式就是大家一般印象中看到那只红色的。那个就是地上式。对，你讲到消防栓，大概大家心中脑中浮现的画面就是那个东西。最多其实80%以上的消防栓是地下式的消防栓，它其实是一个长方形的金属铁盖，盖在地面上。如果没有人跟你讲那个是消防栓的话，很多人就会以为下水道啊，对，人孔盖，或者是那个什么电信讯号的那个维修口，或者是排水沟，通常它的外围或者是整个铁盖面会被漆上黄色的油漆。这个现在已经不见得了，这个我等一下再解释为什么。那个其实是地下式消防栓，它其实要用一个工具呢，把那个铁盖掀开来，底下就会看到了那个消防栓的水管线，然后还有一个出水孔。我也看过有一些地下式消防栓，它可能设置在公车的停靠站前面，它可能设置在这个人行道上面，那它附近呢就不见得会有很明显的那种禁止停车的标示。很多人是一个不小心会把你的车子停在地下室的消防栓上面，所以我觉得我要提醒大家是让大家知道说，其实有地下室消防栓这个东西。好，我们会有一个勤务叫做水源调查，就是呢，我们每个月要去把辖区里面的所有消防栓通通打开一遍，让它排水一下。那个消防栓如果太久没有去开的话，开关可能生锈了，打不开，或者是其实打开的时候，这个里面的水源喷出来的是很脏的，直接把它接上了消防栓的话，那些有锈斑的锈水进到车子里面，会让车子有伤害。其实大家去看消防法第17条，消防栓的设置呢是由自来水事业处去负责去处理的，它的保养以及维护也应该是由自来水事业机构负责才对。自来水事业机构平常有没有做其他的维护保养？我猜可能有，但是我觉得呢，其实每个月去开水源、去检查水源这件事情，真的还是不应该落在我们头上。不能因为今天救灾这个东西是我在使用，所以呢，所有的这个它的维护保养确认它的状态也要我一起处理，这个没有道理。没错。更早之前我们还其实在这个消防栓的周围涂黄色的油漆，就是有一个明显的标记，让我们在找寻消防栓的时候会比较容易看到它。曾经有学长呢，他在查水源的时候在地上涂黄油漆，结果呢没有等它干就走了，导致呢后面有人开车过去或是走路过去的时候踩到那个没有干的油漆，结果就把这个油漆呢一路上滚了很多黄色的脚印啊、车胎啊在地上，然后呢就被当地的里民呢抗议，
这个就是我们先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说它周围可能会有黄色油漆，但是现在不大有。那我讲说我以前去塔水源的时候，通常是地下室才会发生这种事情，因为我们刚刚讲的地下室要掀开一个盖子。那有时候呢，我掀开盖子的时候，就会发现呢，里面一大堆的昆虫，好恶心。对，就是他们把那里呢，可能就一个月去开一次，其实讲真的也没多频繁啦，所以你就发现已经变成一个虫窝了，你知道吗？每次开那个盖子之前，都有一种不知道会看到什么东西的害怕感，你知道吗？那个叫什么？恐怖箱。恐怖箱，对对，真的会像这个样子。而且我们都会用清晨的时候去查水源，车子比较少。对啊，因为你刚刚讲了，有些消防栓它其实会设置在马路上但是我也知道有某些地方消防栓真的是设在马路的中央，那是因为那个道路曾经拓宽过。所以它原本在路边的，但拓宽之后它变成在了中间。对，所以那个就变成是连我们去查水源都要很小心因为你在快车道上面。那我觉得这个主要想要让民众知道的事情是，我们认识一下什么叫地下室消防栓，让大家知道其实那个地方是不能够停车的。所以呢，我想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那么希望呢今天的分享对大家的安全有所帮助。如果各位有从这一集获得收获的话呢，请按赞、订阅、分享我们的影片。另外，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消防栓在哪里吗？欢迎底下留言。那今天就到这边咯，下次再见，拜拜。那我在初期的时候呢，我就被抽考过一次，可是呢，那个时候呢就有点尴尬，因为当时水源地图已经出现了。我去考试的时候，我做了一件事情，我在那张整张地图上面，我写下一句话，我写请参阅水源地图。真的假的？对，然后就这样交卷了。很多学长看到我写这样都说勇者啊。后面有怎样吗？补考。真的。